在失去瓦格纳集团后，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同时也为了边境安全，俄罗斯通过一项法案，打算扶持地方武装。难道不怕军阀割据吗？瓦格纳上百人接近波兰边境，意图发动混合攻击。波兰直接在边境部署一个海马斯火箭炮旅。就在外界认为乌克兰将收缩兵力，重新调整进攻方案之时，乌军亮出2张底牌，这将对战场造成什么影响？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瓦格纳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但对俄罗斯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在失去瓦格纳这支战力惊人的部队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通过一项扶持武装的法案，允许各地政府自行招兵买马，以国家独资企业的形式组建类似于瓦格纳这样的军事组织。在必要时刻，这些地方武装将帮助莫斯科打击反叛组织，保护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安全。说白了，这些地方武装的作用就是维稳。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俄罗斯国家杜马允许组建地方武装，但在本质上与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说到底，瓦格纳是拿钱办事，只听命于普里戈金的命令，但这些地方武装是以国家独资的形式组建的，最终听命于莫斯科。莫斯科让他就地解散，那就必须服从命令。另外，法案还规定，这些地方武装只能装备轻型武器，并一律从俄国防部进行采购。这一点与瓦格纳也不同，瓦格纳作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武装，是装备有许多重型武器的，甚至还有 T80 大口径榴弹炮以及铠甲 S1 防空系统等，而这也是普里戈金敢于发动兵变的底气。虽然最终还是平息了，但也足以体现瓦格纳整体实力的强大。莫斯科之所以会宣布这项法案，原因无非有2点。首先，位于俄乌边界的别尔哥罗德州等地区经常遭受俄罗斯反攻派的袭击，比如俄罗斯自由军团与志愿军时常跨过边境进入俄本土，高起敌后作战，不仅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有时还会占领俄军的军事据点。但只有俄罗斯出动部队围剿，这些反对派就会回到乌克兰境内。这种一打完就跑，跑了就回的作战方式让俄罗斯极为头疼，难以有效消灭这些不稳定因素。直到现在，这些反俄武装还会对俄本土进行渗透，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工作都是依靠俄军驻扎在各地的部队。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驻扎在地方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进入了乌克兰战场，留下来的那些义务兵不仅战斗力低，装备也非常的差，难以维持上千公里边境线的防御任务。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俄罗斯只能选择扶持地方武装，以便在关键时刻能起到保卫边境线的作用。瓦格纳事件的爆发也让普京对安全部门和军方产生了不信任感。在这场事件中，正是因为安全部门和军方未能为瓦格纳进行阻拦，才让普里戈金一路北上，甚至抵达莫斯科郊区。所以莫斯科认识到必须培养一支听命于地方政府和莫斯科的武装力量，预防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但为了阻止强大私人武装的出现，莫斯科选择给地方武装加上许多限制。首先是完全国有化，普京本人拥有绝对掌控权，哪些地方可以成立都是普京说了算。这些地方政府成立的军事武装，一要听命于地方政府，二要听命于俄国防部。这些地方武装成立后，将在双重领导的体制下工作。双重领导的制度，再加上重型装备的严格限制，也算是重新吸收了瓦格纳的教训。之所以采用这种指挥结构，也是因为莫斯科不想将所有筹码都压在俄罗斯国防部与军方身上。一旦军方出了问题，那么听命于莫斯科的地方政府仍能发挥指挥作用，命令这些地方武装随时出兵平叛。除了这些举措以外，普京还打算对国民禁卫军进行重组，这股武装只听命于总统。普京计划将隶属于俄罗斯内政部的格罗姆特特种部队划入国民禁卫军的麾下，并打算为这支特种部队提供各种重型装备。普京此举就是在增强自己麾下部队的军事实力，让自己能够更好地掌握整个俄罗斯的局面，打击国内随时可能爆发的不稳定因素，以为国民禁卫军独立于军队之外。但莫斯科通过的这项法案同样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
允许组建的初衷是为了俄本土的稳定。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些地方武装本身也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瓦格纳虽然是一个强大的不稳定因素，但雇佣兵成员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大家在一起都是俄罗斯公民。但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自治共和国，都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比如车臣，比如达吉斯坦和鞑靼斯坦等。说白了，这项法案可能会催生出类似车臣武装之类的实力。别看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已经与俄罗斯国防部签了合同，真到了关键时刻，这支部队还是会听卡德罗夫的，这就是民族性，不是一纸合约就能限制的。与此同时，驻扎在白俄的瓦格纳集团已经开始向波兰边境移动，但驻扎在波兰境内的美军101空降师却选择了撤离。瓦格纳部署在白俄，让波罗的海三国紧张了。卢卡申科一句瓦格纳想去华沙旅游了，更是让波兰感到紧张。为了应对瓦格纳带来的威胁，波兰将2个主力旅部署在边境。而到了现在，波兰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上百瓦格纳雇佣军正向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移动，并表示瓦格纳可能与白俄对波兰发动混合打击。要知道，白俄一直通过西部边境向波兰输送移民，仅仅是今年就有16000余名移民试图非法进入波兰。现在瓦格纳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可能就是加入战场破坏波兰边境稳定的行动。自从瓦格纳注入白俄之后，北约国家的卫星就一直高强度监视白俄。目前英国卫星已经发现瓦格纳营地的精确位置，甚至可以从卫星照片上看到一排排的营房和装备。对此，波兰除了部署2个主力旅之外，还将海马斯火箭炮旅也部署在边境地区，面准白俄方向的瓦格纳营地。当然，真要动起手来，瓦格纳与白俄野战集团可能要吃大亏，因为波兰不是乌克兰，这2年向美国采购了近500门海马斯，还订购了288门韩国版海马斯火箭炮。波兰军队海马斯数量是乌克兰的几十倍，而且波兰军队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很强，关键是白俄罗斯防空力量和空军力量太弱，根本无法为10万瓦格纳和白俄罗斯野战机群提供有效掩护。在这一方向，波兰军队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装甲优势以及火力优势，再加上波罗的海三国的力量，相比瓦格纳与白俄也不敢轻易动手。当然，普里戈金选择了聪明的做法，那就是骚扰波兰边境。有消息显示，瓦格纳正在伪装平民，破坏波兰边境的铁丝网与电网，还利用无人机监视波兰巡逻队的位置，掩护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进入波罗的海三国境内。甚至有些难民是瓦格纳从非洲运送过来的。无论瓦格纳雇佣兵前往苏瓦乌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波兰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毕竟该地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随便发生点什么都会波及波兰。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驻扎在波兰境内的美军精锐部队101空降师选择撤离营地。尤其是美国情报部门发现，瓦格纳已经挺进波兰境内，距离101空降师部署的地区仅仅只有4公里。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即便瓦格纳没有装备重型武器，美军应该是还不愿意与其发动冲突。于是，美国空降师选择撤离波兰，部署到德国的美军基地。外界猜测，101空降师选择测试是为了规避与瓦格纳擦枪走火。而在乌克兰战场，就在外界认为基辅会收缩兵力，重新调整进攻方案的时候，没想到乌军连出2张底牌。乌军第一张底牌就是准备组建一支2000人的特种小队，强行进攻克里米亚。这支精锐突击队是由英国训练的，在乌军出动特种部队进攻克里米亚的时候，作为掩护力量，北约国家援助的远程导弹也将派上用场。另一个底牌就是乌军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城市进行大规模袭击。就在30日当天，乌军3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虽然都被干扰或击落，但在坠落过程中，这2架无人机还是让莫斯科2座办公大厦的外墙出现了轻微的受损。在乌军无人机此次袭击莫斯科的当天，泽连斯基就毫不掩饰地强调，俄乌冲突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尤其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中心地带和军事基地。显然，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在前线战事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乌军还会利用无人机等对俄罗斯大后方进行袭击，目的是想引发俄罗斯民众恐慌，进而促使俄内部出现混乱，以此来缓解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同时，乌克兰武装司令部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似乎在警告俄罗斯，未来将有多个城市遭遇袭击。这将发生在8月24日，也就是乌克兰独立日。根据影片内容显示，乌克兰的袭击目标主要集中在被俄军控制的地区，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和梅利托波尔等城市。袭击计划的最终目标更是选择了莫斯科，让我们敬请期待吧。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